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介绍四公闵章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再见》这本书。大家在深夜躺在床上时，是否曾经突然想过自己将在何时离世，或者幻想过自己离世后会发生什么呢？当我们思及死亡，感受到自己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念头，或许会让人感到恐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将永远无法再感受、思考或行动，一切都将无法做到。因此，对于不愿死去或害怕死亡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但唯一确定的事实是，活着的人终究会面对死亡，我们终将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既然我们终将面对死亡，我们就只能勇敢地直面自己的死亡和身边重要的人的离世。能够接受死亡是非常重要的。本书的作者是对癌症患者进行从身心两方面进行照顾的缓和疗法以及心疗内科的专家，从超过3000名患者的临终护理经验中，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建议。作者说，能够坚定地面对自己的疾病和死亡的人，将能迎接一个平静的结局。为了能够以自己感到幸福、觉得活着是一件好事的心情来迎接最后的时刻，或者为了让重要的人能够安然离世，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面对死亡吧。这本书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死亡的瞬间痛苦吗？解释癌症患者临终前的5个征兆。第二，不要害怕死亡，人类具有在临终前不断成长的力量。第三，面对身边重要的人的离世所需的3个准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让我们从第一部分死亡的瞬间痛苦吗？解释癌症患者临终前的5个征兆开始解释。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我们很难想象自己将如何面对死亡。我们对死亡时的痛苦感到恐惧，这可能是我们害怕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现代人的死因主要是癌症、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肺炎和老年衰竭等疾病，而大多数人是在家中或医院的床上离世。尤其是癌症是现代人的主要死因之一，大约3到4个人中就有1个人因癌症而死亡。因此，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最后时刻的痛苦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据作者所说，通常80%的癌症患者会在自然的睡眠中结束生命。剩下的20%可能需要使用安眠药或者镇痛药物来缓解疼痛，但这并不会缩短他们的寿命。大多数癌症患者在临终时并不感到痛苦。作为一个经历过送别3000多名患者的医生，作者表示，只要能够适当的缓解症状，大多数患者的最后时刻都会走得非常平静。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感到十分宽慰，因为似乎我们可以在不痛苦的状态下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会怀疑，是否真的不会感到痛苦。因此，在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癌症患者在临终前的过程。许多癌症患者接受了化疗治疗，但当化疗的效果消失，医生开始讨论是否停止积极的化疗时，这时候就意味着药物已经失效，患者已经进入末期状态。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患者通常看起来是相当健康的，即使身体和心理有些虚弱，也主要是因为化疗的副作用或疼痛等症状。如果能够缓解这些症状，许多人会恢复活力。观察癌症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行为，从化疗结束到临终约1个月前，他们通常都能够比较有精神地度过，但大约在临终前1个月，症状会急剧恶化，身体状况明显变差。这种情况在像作者这样从事缓解护理的医疗人员中被描述为周单位的变化。病情和身体状况在1周内会有明显的变化。当临终前1周时，这种变化成为了日单位的变化。病情和身体状况每天都在变化。在临终前1天或2天，这种变化最终成为了小时单位的变化。患者开始出现临终前典型的特征性症状。具体来说，接近临终的患者会出现以下5个征兆：1、意识混沌；2、死前喘息；3、下颌呼吸；
4、四肢发紫；5、无法感知桡动脉。因为这些都是医学术语，所以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接下来，我将以癌症患者的情况为例，简单解释每个征兆。首先是第一个征兆，即意识混沌。从临终前1周到2周开始，患者的睡眠时间逐渐增加，到了临终前几天，他们几乎都处于昏睡状态，并且很少对呼唤做出反应。这种状态被称为意识混沌。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患者能够感受到亲人和重要的人在身边的存在，听觉功能一直会保留到最后。根据最近的研究，有报道称，临终前的人的脑波会对他人的声音做出反应，直到最后一刻，重要的人的声音仍然能够被听到。这是一种巨大的希望，即使患者无法做出反应，只要家人等重要的人在身边，他们就可以安心地度过最后时刻。因此，作者建议癌症患者的家人应该始终陪伴在他们身边，握着他们的手并与之交谈，因为患者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做能够给予他们安慰。接下来是第二个征兆，即死前喘息。随着患者逐渐进入睡眠状态，唾液和痰开始难以咽下，呼吸声伴随着呼吸变得沙哑，听起来像是在喘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像在窒息一样的痛苦声音，这种状态被称为死前喘息。尽管听起来很痛苦，但实际上患者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时会发生这种现象，因此患者可能没有周围人认为的那么痛苦。死前喘息大约发生在约35%的患者身上，并从临终前2天开始出现。如果发生了死前喘息，就不要强行去吸，因为这样做反而会让患者更加痛苦。当出现死前喘息时，可以用纱布等物品擦拭口腔中积聚的物质，这样的处理已经足够了。接下来是第3个征兆，即下颌呼吸。随着死亡的临近，呼吸将变得急促，甚至开始出现颌骨上下摆动的情况。这种呼吸被称为下颌呼吸。尽管看起来患者在呼吸，但实际上胸部并没有运动，呼吸已经停止了。尽管呼吸停止了，但患者并不会感到痛苦，因此请放心，观察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慌张。下颌呼吸发生在约95%的患者身上，通常在临终前7至8小时开始出现。接下来是第4个征兆，即四肢发紫。大约在临终前5到6小时左右，患者的手脚会变成紫色或变得冰冷，这是因为全身循环系统功能下降的现象。到了这个阶段，尿液几乎不再排出，大约80%的患者会出现青紫化现象。接下来是第5个征兆，即无法感知桡动脉。桡动脉位于手腕处，当无法感觉到脉搏时，表示患者离世还有大约2到3小时左右。当脉搏停止、呼吸停止，并且瞳孔扩张时，我们便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了。这也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当我们送别患者时，通常会观察到这5种征兆。但据作者所说，他经常被问及最后时刻患者是否真的没有痛苦。根据对遗属的调查，有66%的遗属回答说，看到患者出现死前喘息，如无法咽下唾液或咽喉发出咕噜声，感觉很痛苦。64%的遗属觉得患者好像溺水一样，59%的遗属担心患者窒息。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患者的家属普遍认为患者在临终时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由于患者临终前通常处于意识混沌的状态，无法进行交流，因此无法准确表达疼痛的程度。疼痛的存在只能通过观察患者的表情和行为来客观判断。当看到患者看起来非常痛苦时，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癌症是一种痛苦和恐怖的疾病，这也让人们对自己将来的死亡是否会感到痛苦和恐惧感到担忧。然而，当死前喘息或下颌呼吸出现时，患者通常处于昏迷状态，因此看起来并不像外表那样痛苦。如果存在疼痛，患者应该会有身体的反应。
如挣扎、提高血压或其他生理变化。用纱布擦拭口腔中的唾液可以减轻咕噜声。通过观察患者的表情，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患者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痛苦。最重要的是，在出现死亡征兆时，尽可能地陪伴在患者身边。由于耳朵的听觉功能一直保持，因此我们可以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或与他们交谈。许多患者希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过上平静的日子，他们希望家人能够陪伴在身边，过着正常的生活。能够度过平静的生活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以上我讲解了从照顾癌症患者到他们离世的全过程，希望让人们更加了解癌症患者是如何平静地告别这个世界的。听到这些，或许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会有所减轻。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不要害怕死亡。人类具有在临终前不断成长的力量。在前面，我们从医学角度解释了死亡的5个过程。我们已经了解到，患者临终时身体上的痛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然而，对死亡的恐惧并不仅仅是对身体痛苦的恐惧，对于自己即将不复存在的心理恐惧同样重要。通常我们在生病时开始思考死亡，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多数人都会生病并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面对死亡也意味着面对疾病。因此，在思考如何面对死亡时，我们也可以从面对疾病的角度出发。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生病是否就意味着不幸呢？相信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当然，生病是不幸的，毕竟谁都不想经历痛苦和折磨。把生病视为不幸，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佛教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类生活中的4种苦之一。每个人最终都会经历老去、生病和死亡，而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共同命运。疾病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不幸或不公平，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生活有意义一样。生病和死亡也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是否能够从生病和死亡中找到意义呢？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曾这样说过：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生病和死亡上，我们不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在疾病中受苦，而应该问为什么我们被赋予了这种疾病。弗兰克尔能够说出如此有分量的话语，是因为他曾在强制收容所中直面死亡。作者也认为，疾病是让我们内心成长的重要机会。当我们生病并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死亡时，通过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现在我来分享本书中的一个故事。有位50多岁的现役护士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而在发现肿瘤时已经到了无法手术的阶段。他经历了副作用严重的化疗，努力克服了困难。最初得知患病时，他担心给家人添麻烦，觉得自己很不幸。住院治疗的日子也异常艰难，疼痛让他难以入眠。他甚至做好了随时迎接死亡的准备。尽管如此，他也认识到成为癌症患者后需要面对许多事情，例如不了解化疗药物会感到焦虑，直到接受解释才敢服用药物。通过这些经历，他与患者们的不安有了共鸣，认识到自己以前作为护士时并未真正关心过患者的感受。他还说，通过这一经历，她更了解了丈夫的感受。尽管工作繁忙，丈夫每天都来探望她。有一次，当她询问丈夫的想法时，丈夫含泪哽咽着说，自己只是希望她能好起来。听到这番话，她重新感受到自己在家人心中的重要性。她说，成为癌症患者后，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尽管经历了绝望和痛苦，但通过疾病，他学会了更积极地看待生活。生病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和关怀。在疾病中，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他人的关心和善意，我们的心灵也会在痛苦和挣扎中得到成长。当我们体验到他人的善意时，我们也会想要回馈，
更加珍惜他人，更加关心他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疾病并不只是不幸的一面，对吧？人类拥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能成长的力量。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创伤后成长。即使在经历了严峻的体验后，人们也能够克服并在心理上成长。此外，心理学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韧性。韧性指的是在面对困难或危机时，能够适应并克服的能力。面对类似于疾病这样的挑战，我们不仅仅感到恐惧，当我们处于绝望的边缘时，也能够获得新的价值观。获得新的价值观意味着成长。通过疾病，我们能够感受到与重要人物的深刻联系，发现新的个人潜力，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们都能够不断成长。每个人都会生病，最终死去。无论我们是否害怕生病或死亡，疾病和死亡都会到来。因此，我们是否更应该感激自己曾经生病，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当我们直面死亡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人类的爱，学会深爱他人，学会为他人贡献，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这不仅会影响到您自己的生活，也会影响到您周围人的生活。虽然作为个体的您在死后会消失，但与您相伴的人将继续活下去，世界也将继续运转。如果您在面对疾病时成长，并将自己的生命意义留在世界上，您是否会对死亡感到更加平静呢？因为死亡是必然到来的，所以让我们考虑如何在死亡之前不断成长。这就是我们面对死亡和生命的方式。接下来是第三部分，面对身边重要的人的离世所需的3个准备。我们将探讨如何应对身边重要的人的离世，这与面对自己的死亡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想象一下，您的妻子或丈夫一直在与癌症抗争，病情日益恶化，治疗已经无效，或者医生告诉您，您的家人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或许会感到无助、焦虑和恐惧，难以想象重要的人就要离开我们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绝望。但是3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特别是在癌症末期治疗困难的情况下，3个月的余生几乎不可能延长为1年甚至2年，反而更可能比3个月更短。当病情急剧恶化并被告知只剩下3个月的余生时，实际上可能只剩下几周甚至几天。因此，在治疗结束进入末期阶段时，虽然我们要保持最大的希望，但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突然与重要的人告别而没有做好准备，是一件令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正因为我们对重要的人负有责任，我们才需要直面死亡。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面对身边重要的人的死亡时，需要做哪些具体的准备。在这里，我将介绍3个具体的准备工作。第一，向身边重要的人传达余生的信息。第二，与身边重要的人互相传达信息。第三，不要压抑内心的情感。现在，让我逐一来解释这些准备工作。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向身边重要的人传达余生的信息。虽然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同，但是在某些时刻，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告知患者自己还剩下的时间。总的来说，作者认为应该告知患者自己的余生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患者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活力，可能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3个月时间的短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患者的健康状况通常在临终前大约1个月左右开始明显恶化。因此，在您的重要人物还身体健康的时候，讨论如何度过剩下的时间，一起创造更多回忆，尽量完成想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告知余生信息，让患者能够自主决定如何度过剩下的时间，可以减少后悔。当然，选择不告知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告知可能会带来冲击。然而，讨论如何度过剩下的时间，可以减少在病情恶化无法行动时的后悔可能性。接下来是第2点，
与身边重要的人互相传达信息。作者认为，当身边重要的人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最重要的是互相传达信息。想一想你想对这个人说的话，同时想想患者本人也会有想传达给您的信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有话要说，现在就应该坦诚相待，彼此分享真正的感情。如果有一直没说出口的话，比如在父母离世之前说一声谢谢你养育了我，在丈夫或妻子临终之前说出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爱和支持，我爱您，都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哪种家庭，都会有一些程度的后悔。有些人在亲人离世后仍然感到沉痛，但也有人能够坦然面对，并且没有太多后悔。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心存冷漠，或是因为感恩和爱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在亲人临终之前做好了准备，与身边重要的人彼此传达了真情，从而使内心得到了慰藉。如果在失去之后，后悔着我应该说那句话，我应该传达那个信息等等，那么就永远无法再次传达了。有些事情只能在对方还活着的时候完成，即使在身边重要的人离世后，你也能够继续生活。如果在那时，您收到了身边重要的人留下的充满情感和思想的信息，那么这些话语应该会成为您人生中的力量。通过彼此传达思想和感受，患者本人和您的家人都能够迎来幸福的最后时刻，不是吗？最后，让我们来谈谈第3点，不要压抑内心的情感。当失去身边重要的人时，大家都会感受到悲伤。许多送别者通常会压抑或忍受着这种痛苦的感情，因为他们认为在患者面前流露出悲伤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当您压抑自己的情感时，很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的受损。尽管在身边重要的人身体健康时，您可能会感觉很难释放情感，但当您要支持患有癌症的家人或即将与重要人物共度最后时光时，请记得对自己的情感不要压抑。与他人交谈可以帮助您做好心理准备和决心，这样，一旦做好了心理准备，您就能够充分地度过与身边重要的人的最后时光，并且在实际失去他们后，您的悲伤也会减轻。据作者说，他见过许多因为无法直面身边重要的人的死亡时刻而后悔。释放内心的痛苦会带来治愈。释放内心的痛苦并不代表你软弱。通过自然的表达作为人类的自然情感，我们可以轻松地与重要的人度过最后的时光。所以不必强迫自己，保持自然的状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